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今天呢，我教大家如何在小米笔记本上安装苹果的操作系统。好，我们第二个阶段的安装已经完成了，电脑自动重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3个图标。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第2个，按一下空格，我们打开那个跑马的模式。好，我们点击回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就代表着你的系统基本上已经快安装完成了。好，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些设置。首先，我们要选择国家，我们选择中国。键盘，我们选择简体中文。这边我们选择拼音。如果你喜欢用五笔的话，还可以添加一个五笔。然后我们点击继续。这个时候呢，我是没有联网的。在前期设置的时候呢，我也不建议大家联网。如果选择不连接到互联网的，我们可以省去很多步骤的操作。OK， 我们点击继续。好，我们点击继续。我们点击继续。这里呢，我们选择现在不传输任何信息，继续。同意。这里我们取一个名字，好，我们填一个密码，好，我们选择继续。好，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头像，默认的有这么多，那我就选择这个1块钱的吧。OK， 继续。这里呢，我建议大家选择自定义设置。定位服务呢，我暂时不选择，不使用。然后手动选择国家，选择深圳，继续。我习惯性的会把这2个勾点掉，继续。这时候呢，Mojave会有2种界面，一个是浅色的，一个是深色的。那我选择深色的界面。这时候呢，点击继续。现在系统正在帮你设置你的 Mac。OK， 现在要识别一下我们的键盘，我们点击继续。Shift 旁边的按一下 Z， 左边 Shift 旁边的按一下问号或者斜杠。好，我们默认就好了。到这里呢，我们的系统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0%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关于本机。我之前为什么说这个系统的完成度只有90%左右呢？因为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驱动没有安装，系统是已经安装完了，但是驱动没有安装。大家可以看出来，它这里已经把我的 CPU、内存，还有包括显卡都已经认出来了。但是有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得到，它显卡显存只有7兆，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而且现在这个系统呢，是要依赖我们之前的安装 U 盘做引导，才能够正常的启动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步骤呢，就会解决这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需要给系统安装相应的驱动。第2个问题呢，是让计算机脱离安装盘，自行引导并启动。那其实这一步呢，也非常的简单。那我现在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操作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计算机屏幕的右上角，有我们之前安装盘的这个图标。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图标。打开这个图标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的安装盘，这边是一个文件夹。
这就是我给大家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夹。好，我们双击打开这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里是黑苹果常用的一些软件，那将来有机会我再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讲。那我们这次需要用到的是这个软件。好，我们双击打开它。打开它之后呢，我们看到它的左边，好，我们选择这个 Milton EFI， 点击它之后，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到有2个盘符，这个呢就是我们 Mac 系统的系统盘，这个是我们刚才使用安装系统的 U 盘。好，我们现在选择系统盘，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时候呢，系统会让我们输入密码。我们现在打开，现在呢弹出了一个 EFI 的文件夹。打开文件夹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只有一个 Apple 的文件。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针对于小米笔记本的驱动程序和引导程序拷贝进来。OK，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我给大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小米笔记本 Pro 专用。好，双击它。同样在里面看到一个 EFI 的文件。好，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打开这个文件夹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2个文件夹，我们需要把这2个文件夹都复制进来。拷贝进来之后呢，那我们基本上呢现在的操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做呢就是重启一下计算机。OK， 那重启的时候呢，我又没有办法给大家录屏了，那我只能拿相机拍给大家看。好，我们现在把 U 盘退出来拔掉。好，我们现在重启一下计算机。好，我们的计算机正在重启，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小米的 logo 了。好，重启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这个界面呢就是我刚拷进去的那个引导的新换的一个皮肤。那这个皮肤呢是专门为小米定制的，因为我给大家演示的是独立安装一个苹果系统，在没有任何 Windows 或者其他系统辅助的情况下，独立安装一个苹果系统，所以说你在这里只能看见一个苹果系统的启动图标。如果你有 Windows 系统的话，那你将会在这里看到有 Windows 和苹果这2个图标。OK， 我们现在按回车进入苹果系统。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把啰嗦的模式关闭掉了。好，大家看到这儿呢，就说明我们已经可以正常的登录系统了。好，我们输入密码。我们已经成功进入系统了。那到这一步呢，我们已经基本上大功告成了。但是对整体系统来说呢，我们的完成度接近于100%，但是没有到100%，应该只是在99%左右。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切换到录屏的界面。大家如果可以跟我顺利的走到这一步呢，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小米笔记本的第一阶段的工作就基本已经完成了。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驱动。我们点击这个苹果的图标，点击关于本机。这里呢，我们默认的是 MacBook Pro i7 的 CPU， 16G 的内存，然后我们用的是集成显卡，然后我们的显示器，存储空间。这个是我的另外一个 Windows 盘，只是我没有让它显示。OK， 我们看一下系统报告。好，这是我们的硬件，基本上都已经认出来了。USB、存储、一台网、内存、摄像头、声卡。那到现在为止呢，就基本上已经安装完成了。同时我们来看一下键盘上的功能按键，这是音量，刚才我们关闭了，然后大小、亮度、触控板没有问题，键盘灯也是 OK 的。这个笔记本装到这种地步呢，基本上是已经可以胜任工作了。你拿它做一个简单的视频类的生产工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笔记本安装到这个程度呢，其实并不完美，因为硬件的原因，这个小米笔记本的 WiFi 和蓝牙现在是不可用的状态。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由于时间的原因呢，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安装到现在的这个程度呢，我们的黑苹果呀，基本上已经能达到97%到98%的完成度了。由于小米笔记本它本身的这个硬件的限制啊，
这个蓝牙和 WiFi 呢，咱们是没有办法驱动的，这个东西无解。如果您实在想用啊，就可以用 USB 的网卡来代替。但是现在的这个笔记本作为一个生产力的工具来说呢，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在下一集呢，我们会讲到如何配置咱们这个黑苹果，在安装黑苹果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小问题。那在最后呢，给大家推荐2个网站，以便大家去查找一些教程。一个呢是远景论坛，另外一个呢是黑果小兵的部落格。我在最后面给大家提供的那个 EFI 文件呢，就来源于黑果小兵的网站。在这儿呢，我就替大家感谢黑果大神了，多谢多谢啊！相聚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又到时间说拜拜。如果你想看到相关的内容，请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那就请你点赞、评论和转发。记得点开那个小铃铛，它会在第一时间把我最新的内容推送给你。小视频用心做，期期精彩别错过。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咱们再见。